Hi，大家好，又係我 Patrick 同大家講金同埋銀。過去2個禮拜呢，金價窄幅波動，今日呢就小幅上漲，但不足以彌補呢個禮拜金價嘅跌幅。美元走強同埋強勁嘅經濟數據，連續2個禮拜提振咗美元。喺呢個經濟運作穩健、有改善嘅預期，咁樣呢就削弱咗市場對避險買黃金嘅需求啦。但黃金儲備進行重新估值或重新貨幣化，可能觸發另一場金融危機。近期板嘅強勢以及大幅上漲，分析指呢種走勢呢喺大多程度上呢係由投機活動同埋短期投資所致嘅，而唔係製造需求等基本面推動嘅。但白銀呢仍然係市場嘅焦點，我對白銀價呢作出咗保守嘅預測。事不宜遲，現在請大家細心欣賞金融穿梭。呢個禮拜嘅經濟數據呢係非常活躍嘅。6月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 按年升 2.7%， 比市場預期略高 0.1 個百分點，亦較5月高 0.3 個百分點。但撇除食品同埋能源後嘅核心 CPI 按年升 2.9%。整體而言呢，通脹未有大幅偏離市場嘅預期。美匯指數呢就上升。禮拜5公佈數據顯示，7月份消費者信心指數初值從1個月前嘅 60.7 升至 61.8， 高於預期值 61.5， 創下2個月以嚟嘅新高。美國消費者信心指數連續第2個月反彈，通脹嘅擔憂亦都顯著咁緩解啦。截至7月19號各項指數嘅印記，美匯指數報 98.47， 道指報 44,342 點，標指報 6,296 點，納指報 20,895 點，黃金報 3,350 美元，白銀報 38.23 美元，鉑金報 1,431 美元。市場聽到聯儲局理事 Chris Walker 發表咗至今為止最強硬嘅論據，主張喺即將召開7月會議上立即降息。呢個同主席鮑威爾同埋其他幾位美聯儲官員傾向於採取謹慎態度嘅立場截然不同。Walker 呼籲喺7月29至30號舉行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嘅會議上降息25個基點。佢堅稱佢嘅建議完全係基於經濟數據嘅，因為經濟面臨風險，傾向於盡早降息。諮詢局 FitWatch 工具顯示，市場繼續預期7月極大可能不減息嘅，9月減息機率為 60%。 黃金對近期報告嘅反應同黃金歷史走勢係相符嘅，喺經濟運作穩健同埋有改善嘅預期，削弱咗市場對避險買黃金嘅需求。尤其是喺當前嘅經濟形勢下，呢個預示聯儲局不會提前喺7月降息嘅。不過如果7月減息真係發生嘅話將會係利好黃金同埋白銀嘅。喺特朗普不斷批評聯儲局主席鮑威爾唔肯減息，以及美國政府官員指控鮑威爾喺聯儲局總部翻新工程上誤導國會嘅議員下市傳鮑威爾正在考慮辭職。德銀策略師對此警告，鮑威爾離職係一個重大而且被市場低估嘅風險，並可能引發美元同埋美債大幅拋售。德銀全球外匯策略主管 George 喺一份報告中指出，若特朗普迫使鮑威爾辭職George 預測美匯指數可能喺24小時內下跌至少3至4%。呢個就係我講呢個消息嘅原因啦。而固定收益嘅市場將面臨30至40%基點拋售潮，有關嘅影響亦會波及美國境外。有聯儲局使人之稱嘅 Tim Awaz 表示，當被問及有關各種網上謠言時佢話：我嘅第一反應就係無視佢哋。而對於嗰啲好奇鮑威爾會否違背其反覆強調嘅承諾，完成主席任期嘅人佢會回想起鮑威爾6年前如何回答
關於跳上救生艇嘅問題。當時鮑威爾作出堅定嘅表態，佢話任何情況下呢，我都絕不會喺任期結束前呢主動離開呢份工作嘅，絕對唔會。你唔會睇到我跳上救生艇嘅。我完全無法想像會有任何情況讓我無法完成呢個任期嘅，除非我死咗啦。有鱷王之稱嘅全球最大對沖基金橋水基金創辦人 Ray Dalio 近日喺一個訪問中談及佢嘅新書《國家如何破產》同埋美國債務危機時佢預期美國將透過印鈔、貨幣貶值同埋人為壓低利率嚟應對債務嘅問題，意味住未來幾代人將用貶值後嘅美元嚟償還目前嘅債務。同時佢擔心喺經濟衰退時發生呢種情況，將導致非常困難嘅社會、政治同埋經濟嘅環境。Dalio 指出，國家嘅債務同埋企業或者個人債務有兩個重要嘅分別，就係國家擁有印鈔同埋徵稅嘅能力。因此國家破產嘅方式唔係違約，而係貨幣貶值。對於美國財政，Dalio 指目前嘅情況令人震驚，實際上已經到咗債務嘅上限啦。其中總債務約36至38億美元，年度赤字為2萬億美元，而年度債務發行需求亦高達12萬億美元。佢提出一個將預算赤字降至 GDP 嘅3% 嘅方案，並希望喺3年內完成，當中包括削減支出 4%。增加稅收 4%， 以及降低利率 1%。不過佢認為呢種方案實現嘅可能性只有 5%， 因為政治環境太過絕對化。佢強調黃金係世界第2大儲備貨幣，具有獨特性嘅避險屬性，喺極端壓力時間表現良好嘅，而且不代表任何人嘅債務。即使歷史上有 80% 嘅貨幣都已經消失，黃金仍然係唯一一個保值嘅資產。對於向投資者嘅建議，Dalio 強調睇投資組合嘅價值係以通脹調整後嘅價值嚟睇嘅，而唔係睇名目嘅價值。因此現時最安全嘅投資係通脹指數債券，可作為最安全嘅投資。同時可以喺投資組合中配置10至15% 黃金，以作為分散風險嘅工具。如果你睇到呢度你仲未訂閱嘅話請你訂閱，請按下鐘仔同埋點讚，呢個代表你俾我嘅支持。仲有你哋嘅點讚係好重要嘅，因為 YouTube 會根據大家嘅點讚率而幫我推廣呢條片嘅。好啦，現在請大家按個點讚先，歡迎大家留言，請睇廣告並分享呢集俾你嘅朋友，多謝大家支持。白銀經過14年時間形成技術格局，終於開始顯現啦。上個禮拜銀價觸及 39.14 美元，呢項突破已經得到確認嘅。我哋正處於2011年以嚟從未見過嘅價格。上期我講過，白銀可能喺短期內達到38至39美元嘅，只要價格保持喺38美元區域上方短期趨勢就保持睇升嘅。並有可能重新測試 38.49 美元同埋 38.74 美元嘅阻力位。如果真係突破咗該阻力位可能再次開啟邁向 39.14 美元嘅通道。到時白銀通往48美元嘅道路將直接打開。如果能突破50美元的話白銀更進入晴空狀態，又到冇上方嘅阻力。今年年初至今，全球半導體銷售額遠超過去年。數據顯示，2025年5月全球晶片銷售額為590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長 20%。德國金屬企業荷利士集團分析師指出，今年全球半導體銷售額可望再創紀錄，並對白銀總需求做出重大嘅貢獻。大家要聽住。麥格里大宗商品團隊又有不同嘅睇法，強調銀價目前走勢主要係依賴投資者興趣嘅增長，但佢哋觀察到目前期貨投資者正在獲利了結。麥格里仍然睇好銀價嘅後市嘅，但上漲嘅空間係非常有限。
其估計喺第三季白銀嘅均價為每盎司$36左右，喺第四季咧均價則為每盎司$35。但我保守嘅預測，3個月內咧白銀價格將達$40，年底嘅目標價為45至48。自2月以嚟咧，一直有猜測稱美國政府可能計劃對其黃金儲備進行重新估值或重新貨幣化。過去幾個禮拜，呢啲猜測咧再次出現，呢一切咧都取決於美國是否真係持有其聲稱擁有嘅全部黃金。你仲記得喺今年早一啲時間關於審計洛克斯堡嘅討論嗎？就連特朗普咧也參加其中。2025年2月，特朗普多次誓言要審計洛克斯堡。佢喺空軍1號上同埋演講中咧都發表聲明。馬斯克亦都呼籲進行直播添，但到咗3月，兩個人都沉默咗啦。最高層人士咧壓制咗呢項嘅說法，冇任何後續嘅行動。審計洛克斯堡嘅想法咧又迅速咁消失咗啦。評論員同埋國會議員咧仍在隨意咁樣發推文，但特朗普同埋其幕僚咧卻再無動靜。總而言之，今年所有關呢個問題嘅新聞咧，都指向黃金最終咧將進行某一種形式重估或重新貨幣化。然而，如果美國逃避對其黃金儲備嘅任何審計呢，咁樣點樣可能喺不提供黃金存在證據下嘅情況，將其黃金價值重估呢？對黃金投資者嚟講，更大一個問題就係黃金重估將如何影響呢個金價？僅僅因為美國決定以每盎司$10,000價格持有黃金，呢個並不代表實際市場價格亦都會變成每盎司$10,000嘅。如果證實呢個黃金儲備遠低於預期呢，呢個危機呢將觸發黃金白銀爆升嘅。我估計呢喺2025年下半年呢，美元繼續貶值嘅，滯脹風險為50%，而滯脹引致股災，股災引致經濟衰退。經濟衰退咧，又引致滯脹。以上危機疊加情況之下咧，我相信股災咧將會喺2025年下半年發生嘅。當股災發生初期咧，我預計黃金白銀將跟隨股市先下跌，但黃金白銀下跌只係短暫嘅。然後黃金白銀進入大牛市，黃金會升至$4,000，白銀咧亦會升至$100。不過最後都係我嗰句，變幻才是永恆，咁大家就要拭目以待啦。歡迎大家加入我嘅 Patreon 成為會員，我只會喺 Patreon 解答會員嘅投資問題。喺每一個視頻咧都設置有聲音版同埋冇廣告版。如果你睇到呢度你仲未訂閱嘅話咧，請你訂閱，因為你嘅訂閱咧係俾我做片好大嘅動力嚟嘅。請按下鐘仔給我點讚，歡迎大家留言，每一個留言咧我都會好仔細咁睇嘅。請睇廣告並將呢集咧分享俾你嘅朋友。多謝大家支持，下次再見，拜拜。